我哥失踪的第10年，我穿越了。坐在龙椅上的皇帝和我哥长得一模一样。他扬手让人杀我，我吓得大喊暗号，我长大要当太空人，妈妈给我买爱吃的喜之郎果冻。他懒洋洋地来了句，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我欣喜若狂，谁知他邪恶一笑，给我杀了这个穿越者。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听书。我躺在马路中间，大货车的灯光刺目又耀眼。今天是我哥失踪的10年整，也是我的生日。他消失在给我去买生日蛋糕的路上，像人间蒸发一样，怎么也找不到。那年他15岁，我8岁。我爸在我哥消失的第2年和我妈离了婚，并在隔年和其他女人又生了个儿子。警方认为我哥已经死了，我也认为他死了，只有我妈还相信他儿子活着。我以前太任性，总爱缠着他这样那的，我想死亡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吧。我的身体逐渐变轻，眼前的白光猛然把我吸了进去。严公公，你说欺君该当何罪啊？回陛下，按律当斩。我不是死了吗？肺部的疼痛和耳边的人声又是怎么回事？我睁开眼睛，什么都看不见，想开口说话，嘴里却呛进了一大口水。这死了的怎么又动了？给朕拉上来看看。男人一声令下，我被人从水缸里拉了起来，鼻端涌入空气，我疯狂呼吸着，视线也变得清晰起来。好啊，还真是命大。男人穿着黑色的龙袍，眼神幽暗地看着我。我循着声音看去，整个人都呆了。这张脸太像我哥了，让我甚至忘了思考现在的境遇。男人身边的太监指着我尖声大喊：大胆！小小婢女竟敢直视龙颜！我闻言立刻把头低了下来。男人冷哼了声：你这条命，朕今天非拿不可，我倒是要看看你还能怎么再活过来。他轻轻挥了挥手，我旁边的侍卫拔出了剑。我活了18年，从来没见过那么刺激的场面，手脚吓得都软了。我这才刚穿越，连现在姓氏名谁都不知道，就又要死了。死亡不可怕，可怕的是疼痛，我不想再死一次。知乎上都说可以通过对暗号寻找穿越者，这狗皇帝万一真的是我哥呢？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我急声大喊唯一记得的广告词：我长大要当太空人，妈妈给我买爱吃的喜之郎果冻。狗皇帝惊讶地看了我一眼，我心想有戏。只见他懒洋洋地开口：今年过年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老乡，真的是老乡。知乎诚不欺我。我眼睛一亮，欣喜若狂。下一秒，他手撑着脸，邪恶一笑，动手给我杀了这个穿越者。我的笑僵在脸上，彻底慌了。不是应该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吗？侍卫举起剑就要落下，情急之下，我叫出我哥的名字：孟清然。狗皇帝瞳孔一缩，急声阻止：住手！我余光一扫，只见那把锃亮的剑停在离我脖子不到1厘米的地方，差点就嗝屁了，真是吓死我了。狗皇帝眯着眼看我：你是谁？我左右看了看，扯了个狗腿的笑，我说：皇上，咱们在这说有点不方便吧？狗皇帝起身，居高临下的看了我一眼：那便遂了你的意，过来。我连忙爬起来，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跟了上去。狗皇帝一到偏殿，几个千娇百媚的美女立马贴了上来。就算这人和我哥长得像，但他绝不可能是我哥。我哥品学兼优，为人温柔，和这个暴君完全相反。他吃了口美女喂的葡萄，漫不经心地说：穿越者，你是怎么知道孟清然这个名字的？我乖乖回答：孟清然是我哥。他愣了愣，然后推开旁边的女人，走过来一把抱住我。然，我脑子瞬间一片空白，说不清高兴还是难过。这个狗皇帝真的是我哥，可是我温柔的哥哥为什么会变成这副样子？狗皇帝抱着我哭了，他肩膀抖动的厉害，我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哥，我讷讷地喊道。他嗯了声，哭得更厉害了。我叹了口气，像哄孩子似的拍着他的后背。该哭的明明是我，我刚刚还被他欺负来着，现在反而安慰起他了。他哭累了，用袖子抹了抹眼泪，笑着看我：10年不见，我们冉长成大姑娘了，就是现在比小时候丑了点。我翻了个白眼：我是魂穿好吧？他知道个屁。孟清然脸色微僵，
明显才想到我为什么会穿越这件事。他结结巴巴地问我，所以你是死了？我含糊道，应该吧。我是生是死，这还真不确定。毕竟我被车撞倒以后，很快就失去了意识，一睁眼就到了这边。孟清然揽着我的肩膀拍了拍，没事，在这儿有哥呢，哥带你吃香喝辣，让你做一辈子的公主。公主这2个字刺痛了我。我小时候爱看芭比公主，也梦想着成为公主。就连那天她去买蛋糕，我都再三叮嘱要买公主才能吃的蛋糕。孟清然，我叫她的名字，她温柔地看着我，如同以前看着我的样子一样。我憋了许久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我低声说，哥，对不起，我不该让你去买蛋糕的，我不想当公主，我只想要你回家。孟清然揉了揉我的脑袋，念叨了一句，傻瓜。我知道他回不去了，如果能回去，他也不会在这里10年之久。孟清然真的封了我为公主，区区一个婢女，一跃成为护国公主，这是从开国以来从没有过的事情。我现在的身份是皇帝的亲妹妹，先皇流落在外的私生女。私生女掩藏还来不及，他竟然还封我为级别最高的。那帮清流甚至扬言要在大殿上撞柱子，以此来表明不接受我的立场。这些我都不在意，我在后宫打听着我哥这些年的事情，无一例外，大家都说他是暴君。陛下太难伺候了，动不动就摔东西，我店里那丫头不过是撒了点汤就被杖毙了。杖毙一个算什么？伺候陛下10余年的宫女和太监，在几年前被陛下杀了一个不剩。我脸色变了变，他当真那么残暴啊？正当我和他的嫔妃们扒得正欢时，他突然从后面冒出来，身边还站着一个芝兰玉树般的男人。孟清然咬着后槽牙叫我，孟清然，你长本事了，掉脑袋的话也敢说。我瞟了眼他身旁的男人，决定给他个面子。陛下，冉冉错了。男人轻声笑了出来，他问道，子恒，你这活宝妹妹是哪来的？以前从来没听你提起过。赵子恒是孟清然现在的名字。他无奈道，这丫头一直瞒着，我也是最近才知道的。他向我介绍，冉冉，这是汝阳王世子，也是我最好的朋友，陆寒生。陆寒生听到最好的朋友几个字，眼底眸光一闪，稍纵即逝，却被我看到了。他不在意地朝我笑了笑，没有半点被发现后的不自然。我心想，我哥真傻，他当人家是朋友，人家可不见得当他也是朋友。陆寒生有种让人想要亲近的魔力，我哥说什么他都能接得上，就连我这个旁观者都觉得听他说话是一种享受。可越是完美的人往往越是有问题，更何况他还被我发现了破绽。他们俩在前面走，我在后面盯着。突然孟清然转头看了看我，他纠结地开口，冉冉，你老是偷瞧寒生，莫不是暗恋人家？我一口老血差点喷出来，孟清然傻就算了，还眼盲心瞎。陆寒生挑了挑眉头，那张波澜不惊的脸上写满了细血。我忍着给孟清然脑子倒水的冲动，皮笑肉不笑地回答，陛下真是好眼力，陆世子这般优秀的人，冉冉当然是喜欢的紧呢。孟清然大惊，将陆寒生护在身后，冉冉，哥哥求你换个人喜欢，就你这懒到家的样子，朕不能让你糟蹋了寒生。丫的，狗皇帝，本仙女配陆寒生，那叫绰绰有余。孟清然忽略我要杀人的目光，悠悠地对陆寒生吐槽，我这妹妹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每每睡到日上3竿才起，你说朕怎么忍心让她祸害你呢？陆寒生那双桃花眼像含了春风，醉人又温柔。他看着我说，微臣倒觉得公主这般甚是可爱。孟清然默了默，你喜欢就好。虽然知道陆寒生的话不见得是真的，但我还是挑衅地瞥了眼孟清然，昂首挺胸，骄傲的不行。送走陆寒生后，我和孟清然约好了今晚不醉不归。正好关于他穿越这件事，我有太多的问题想问他了。皇帝住的寝殿是整座皇宫最大的地方，也是我认为最冷清和孤独的地方。我到时，孟清然已经摆好了酒菜，满满一桌子江南菜，竟然都是我小时候爱吃的。只是10年过去了，我的口味早就变了，但我没告诉他。酒过3巡，我的脸颊有些发烫。我问他，哥，你是怎么来这儿的？买蛋糕的路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孟清然颓废地低下头，他抓了抓脑袋，
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他闷声说：“我告诉你，你不许笑我。”我举起3根手指，一本正经地保证：“不笑，谁笑谁是小狗。”下水道。我没听清，啊了一声。孟清然眼睛一闭，破罐子破摔，我说我掉下水道里去了。我愣了好长时间，哈哈大笑起来，笑着笑着我又哭了。我想过车祸、时空缝隙，甚至是量子力学，但万万没想到是如此简单又离谱的方式，让我们的家分崩离析，让我们分别10年。孟清然跟着我笑了几声后，啜泣说，摔下来后，我已经来到了这个时空，落在长得和我一模一样的赵子恒身边。我壮着胆子靠近他，却发现他已经死了。他的穿着一看就是富贵人家的孩子，所以我和他换了衣服，可我没想到他是个皇子。孟清然的眼神变得惊惧，他压低声音回忆道，冉冉，好多人要来杀我，我的面前都是尸体，鼓鼓的向外冒着血，我害怕极了，我不想死，我还得回家呢，我不能死。我刚想安慰，他的表情又变得很厉起来，我把要杀我的人都杀了，想让我死的，他们都得死。寝殿中烛火燃烧，孟清然的眼眸中倒映着火光。他端起一杯酒一口饮尽。后来赵子恒的母亲死了，弟弟死了，大家都死了，我赢了，我做了皇帝。孟清然穿越时才15岁，在现代社会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初3学生，天真单纯的半大孩子，被迫长大，被迫卷入了皇室的争斗中。不仅如此，他要学着融入古代社会，还要防止被别人发现他不是赵子恒。如果是我，这么多的压力堆在一起，我应该会疯吧。哥，我心疼地叫了他一声，他挥了挥手，打着酒嗝站起来，去打开了身后的柜子。孟清然掏出身穿粉色纱裙的芭比娃娃。我惊讶地问道，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孟清然摆弄娃娃的手臂朝我招手，你说要公主才能吃的蛋糕，所以我买了有芭比公主的。他喝了不少酒，拿着娃娃向我走过来的时候，肚子歪歪扭扭的。冉冉，你看，这就是哥哥给你买的生日礼物。看到他炫耀的样子，我眼眶酸得不行，一眨眼眼泪就要落下来。孟清然笑眯眯地把娃娃塞进我手里，他嘟囔道，妹妹，对不起，给你的生日礼物迟了10年。我呜咽地抱住娃娃，不敢想孟清然该有多想家。他指着我怀里的娃娃，这个娃娃是唯一能提醒我不是赵子恒的东西，也是提醒我不要忘记家的东西。现在你来了，哥哥就把它还给你了。我哭了很久不见停，孟清然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他问我，妹妹，你知道你那天背错广告词了吗？我泪眼朦胧地看他，摇了摇头。孟清然借着酒劲，手舞足蹈地表演，我要当太空人，爷爷奶奶可高兴了，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我扑哧笑了起来，我想起来后来这句广告词还在网络上被别人恶搞。我尖着嗓子接道，我要当爷爷奶奶，太空人可高兴了，给我爱吃的大嘴巴子。孟清然听到，捂着肚子笑起来，笑到最后跌坐在了椅子上。他笑出眼泪，他说我是严公公上身。好在严公公不在，否则一定因为我学他而倍感荣幸。我问他，哥，你为什么要杀穿越者？有同一个地方的人在，不是更好吗？孟清然的笑容瞬间没了。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人是博士，有人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我真心待他们，他们却想要取代我。冉冉，人总是贪心不足的。我问，那除了穿越者之外的其他人呢？孟清然一怔，仔细思考了几秒。我不杀人，他们就会来杀我，后来杀的人太多了，也就麻木了。我明白了，他这是完全把人命当成青菜萝卜了。我不想他变成人人惧怕的暴君，更不想他被后人唾弃。我祈求道，哥，你做个好皇帝好不好？孟清然认真看着我的脸，点了点头。他说，好。孟清然彻底醉了，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我没醉，我能自己回寝殿。皇宫宽阔的步道够我蛇形步的发挥，天上的月亮洒下皎洁的光辉。古代就这点好，空气好，没有大气层污染。我抬头一看，月亮有好多个，星星那就更多了，根本数不清。宫女掌着灯走在我前头，但我还是觉得皇宫里黑漆漆的，要是这宫里装上路灯多好啊。这么一想，我开口呐喊道，哈！在那盏路灯的下面，
有一个小姑娘在哭泣。亲爱的小妹妹，请你不要哭泣，你的家在哪里？我会带你回去。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地上的娃娃想妈妈。我从路灯下的小姑娘唱到鲁冰花，宫女太监们都不敢看我，都被我的歌唱实力震撼了。我哼着歌回到寝殿，还没来得及坐下，便听见外面禁军大喊抓刺客。我寻思着跟我没关系，刺客要找也是找我哥去了。就在我放心大胆时，我的身后忽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冰凉的手捂住我的嘴巴，接着一只短刃架在了我脖子上，这一下直接吓散了我的醉意。呜呜呜！我害怕地挣扎着。男人低声警告，老实点，别动。他的手掌很大，紧紧盖住了我的口鼻，导致我的那点酒气全被我一个人循环了。刀架在脖子上，我只好听话地点了点头。我并不想伤害你，等禁军搜查结束，我就放了你。他安抚着我，但这声音越听越耳熟，很像陆寒生的声音。禁军的脚步声渐渐靠近我的宫殿，男人的注意力被吸引，手上也渐渐松了开来。我试探性地喊道：陆寒生。我话音未落，陆寒生的短刃向前压了压。公主还真是聪明，这倒是和聪明没什么关系，纯因为她的声音低沉醇厚有特点而已。禁军在门外要进来，站在门口的宫女拦住了他们。大胆！公主请功，你们也敢闯？我瞟了眼他的手，陆世子，刀拿开，我帮你。陆寒生不为所动。我说，我不说话，他们迟早会进来的。这次陆寒生动了，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一颗微甜的药丸塞进了我的嘴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直接咽了下去。还请公主说话算数。说着，陆寒生收回了匕首。这人给我吃的是什么？毒药。一想到这种可能，我愤愤地瞪了一眼陆寒生，卑鄙阴险狡诈。按照我本来的计划，等禁军进来后，我准备立刻揭发他的。陆寒生对我使了个眼色，我只好清了清嗓子，大声道：本公主要休息了，你们吵吵闹闹的，是想掉脑袋吗？门外禁军弱弱回答：公主，有刺客出现，需要排查。我的声音冷了几分，哦，你们是觉得本公主窝藏刺客喽？还请公主恕罪，是末将说错了话。他慌忙说道。那还不快滚！外面没了动静，我悬着的心还未放下，突然禁军们像是有了主心骨一样，推搡起宫女，眼看着就要硬闯进来。陆寒生看向离我们最近的床榻，我一瞬间会意过来，我和他飞快地躺上去，盖好被子。砰的一声，禁军推开了门，二话不说地开始搜查起来。陆寒生的短刃此时抵着我后腰，我赶紧支棱起来。哎，你们眼里是一点也没有本公主，明日我便禀告陛下，让他好好治你们的罪。禁军统领上下左右看了一番，又盯着我瞧了瞧。前有狼后有虎，我尽力维持着冷冰冰的表情。半晌后，那人抱拳道：打扰了公主殿下，请公主恕罪。禁军来得快，走得也快。陆寒生从被子里坐起来，竖起的发微微凌乱，俊朗的脸上热得泛起了潮红。不得不说，这人是有点姿色在的。见我再看他，陆寒生本来就红的脸又红了几分。他敛下眸子说了句多谢，我冷哼了声，对刚刚他劫持我的事情耿耿于怀。陆世子有家不回，来别人家里当贼，好雅兴啊！我说的阴阳怪气，陆寒生波澜不惊的表情依旧完美。他笑了笑，云淡风轻道：比不得公主雅兴，深更半夜在宫中鬼哭狼嚎。好家伙，合着这人刚刚一直在跟踪我。我眯起眼睛瞧他，陆世子是从哪里开始跟着我的？我从皇上寝宫出来，又或是更早？陆寒生嘴角微动，并不接我的话。我手一摊：你安全了，可以把解药给我了吧？陆寒生长叹了一口气：什么玩意？他不会光会下毒，不会解毒吧？我咽了咽口水。他说：公主，你方才吃的是糖丸。可恶，怪不得有股子甜味。我智多星的一世英名全被陆寒生毁了。我怒道：陆寒生，你赶紧滚下我的床！陆寒生这一折腾，皇宫的戒严程度嗖嗖上升，连我的寝殿外面都被安排了巡逻。他看了眼殿门，低头沉思着。我劝道：别费劲了，
你今天是出不去了。陆寒生坐在贵妃榻上，单声说，那我只能在公主这儿借宿一晚了。我打了个哈欠，随你都随你，我先睡了。也就只有公主会对在下这般放心了。我隐隐约约听到陆寒生喟叹了一句，折腾了一天，又喝了不少酒，我累极了，眼睛一闭便睡了过去。第二天，陆寒生倒水喝的声音吵醒了我，我眼睛一睁，便看见他拖着茶盏，似笑非笑地望着我。我翻了白眼，你看什么看？陆某只是好奇，这世上竟有人能磨牙打鼾又说梦话，这人真是好不礼貌。我咬着牙将身边的银枕扔了过去。陆寒生身子微侧，轻而易举地避开了。我气得转身不理他，眼不见心不烦。片刻后，陆寒生端着茶盏点了点我的后背，公主殿下，是臣下失言了。我依旧不理。他点了点我，又叫了一声，公主殿下，臣错了。能知道错，算他还有点良心。我坐起来，瞥了他一眼，接过杯子喝了一口。我想了想，迟疑地问他，我昨晚真的磨牙打鼾还说梦话？陆寒生拿过我喝完的杯子，退后一步，没有，昨晚公主殿下睡得很是香甜。我气得比了比拳头，总有一天我要杀了陆寒生这厮。陆寒生离开后，我的脑海开始涌现昨晚发疯的记忆。我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断片。最可恨的是，我在去找孟清然告状的路上，遇见了一众工人在聊天。昨晚那刺客搅得我心神不宁，进军真是没用，连人家一根毫毛都没抓到。有刺客就算了，昨晚不知哪个大胆的在宫中唱歌，那声音又像鬼哭又像野狼嚎叫，难听得我一晚上没睡着。我顿时无语，那分明是来自现代的艺术。这群人和陆寒生一样没眼光。昨晚陆寒生没有伤害我，而且他还淡定地在我寝殿里过夜。我不猜都知道孟清然没事，但陆寒生这个人一肚子坏水，我还是得提醒一下我的傻哥哥，免得他被蒙在鼓里。我到时正碰上孟清然发脾气，那个女人已经死了，这个符号却又重出江湖，你们给我去查，立刻去查清楚。紧接着，殿内传出了众多器物破碎的声音，我站在门外听得心惊胆战。昨晚我劝他当个好皇帝的话都白瞎了。我不顾严公公欲言又止的眼神，一把推开了门。孟清然手里举着砚台，差点就朝我砸过来。他见我进来，扫了眼下属，那人立刻连滚带爬退下了。冉冉，你今日怎么起得这般早？孟清然脸上挂上了笑，边说边将砚台藏到身后。我的戏感说来就来，我捂住脸哭道，哥，这都怪陆寒生，呜呜，你得给我做主啊。那个陆寒生就是昨晚的刺客，他用刀架着我脖子，喂我吃毒药，还赖在我寝殿里过夜，呜呜呜。知人知面不知心，这陆寒生竟然夜闯皇宫，还对朕的妹妹图谋不轨。他将手里的砚台拍在案台上，唇角勾起嗜血的弧度，朕这就派人去杀了他。我一听孟清然要杀陆寒生，心里猛地涌上了惊慌的情绪。哥，先别杀他，万一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还是先审一下吧。孟清然黑眸微眯，妹妹，你这是想袒护陆寒生？我沉默了，怪我忘记了孟清然的暴躁性子，我应该查清楚再来的。我正在心里叹着气，孟清然蓦然开朗起来。我上次没猜错吧？你果然是喜欢他的。他的脸上隐隐透着兴奋，很像我以前磕对 CP 的样子。孟清然又说，他威胁你，还骗你吃糖丸，是挺过分的。不过你这不是没事吗？哈，他怎么知道事情的细节？我满头问号，眉头紧拧。我不解间，陆寒生悦耳的声音从屏风后面响起，公主殿下，背后告状，这可不是正人君子所为。我看了看孟清然，又看了看陆寒生，瞬间明白了。孟清然刚刚在诈我，原以为我哥傻被朋友骗了，没想到我才是傻子。我哥这演技可以当选奥斯卡影帝了。我不服气道，陆世子躲在角落偷听别人讲话，难道就是正人君子所为吗？凡事讲究先来后到，公主没看到臣便是偷听吗？陆寒生带着笑和我说话，我看了更憋屈了。我指着孟清然，不可置信道，所以你竟然是支持这个暴君的？陆寒生挑了挑眉，默认了。
孟清然咳了声，妹妹，你好歹给哥哥留点面子吧。我横了眼孟清然，孟清然看见我的眼神，讪讪的不再说话。我纳闷，不是为了我哥，那陆寒生你昨晚去哪儿做贼了？杀穿越者。他平静道。我错愕地看向陆寒生，你怎么知道穿越者？难道你也是？孟清然轻咳了2声，寒生不是穿越者，他知道这些都是你哥我告诉他的。我的脑子乱得很，陆寒生从坏人一跃成了盟友，还是清楚我们身份的那种。孟清然走到我身边，摸了摸我的脑袋，傻瓜，如果不是信得过的人，我也不会让你喜欢他啊。我避开他的手，别扭地说道，哥，你好像误会什么了。我余光扫过陆寒生，他的脸上竟然划过了一丝失落。我的心脏跟着他的表情变化跳得快了几分，但很快就被我压了下去。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那么针对穿越者，对我和孟清然而言，他们是同胞，是感同身受的人才对。我刚来时也是，孟清然知道我是穿越者，便想杀了我。即使他昨晚跟我说了他们想取代他的那些话，我还是不明白，穿越者到底做了什么？你们要杀他们？我拧着眉质问。空气安静了几秒，孟清然像是想起了一件耻辱的事情，精致的凤目中溢满了恨意。你刚来应该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个组织叫穿越者协会。我的确是第一次听说穿越者协会。他接着说，来到这个世界的第4年，那年我19岁，我遇见了一个穿越者，他叫许静。我们年龄相仿，又来自同一个世界。我喜欢他，我以为他也喜欢我，于是我登基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力排众议娶了她。说到这，孟清然微微一顿，声音颤抖起来。只是他为了让他爱的人登上王位，在新婚之夜举刀要杀我。然后呢？我急问。然后啊，他死了，在逃跑的路上被一箭穿心。孟清然呼出一口浊气。许静是穿越者协会的会长，他死后，穿越者立志杀我，替他报仇，并要取代我，开创平等的社会。他们为了达到目的，借着同是穿越者的身份接近我太多次，后来我便不信了。我心情复杂地张了张嘴巴，我没想到我哥那么惨，以及我差点有个嫂子。陆寒生补充道，失去领头人后，穿越者协会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就在昨晚，我发现有奸细在宫中留下了许静当年独有的标志。我哦了一声，所以陆寒生是在杀完留下标志的人以后被发现了。我累了，你们下去吧。事情说完，孟清然颓废地低下头，他挥了挥手，赶我和陆寒生走。经历了太多次背叛，他现在听到穿越者就像是听到狼来了一样。都是来自现代的人，孟清然享受独裁，不推崇人人平等，那些心高气傲的穿越者自然是不服的。而且他还维持古代制度的管理方式，这边又是罪加一等。穿越者们想要改革，只是不知道那些人有没有想过，他们想推行的社会制度是否符合现在生产力的发展。我关好寝殿的大门，陆寒生和我并肩站在外面，足足比我高了一头。我仰头问他，我哥是个暴君，而且还不是真的赵子恒，你不想着推翻他，为什么还想着效忠？陆寒生笑了笑，公主殿下，还请不要片面地评价一个人，你只看到陛下在宫中的暴力，却没看到他肃朝政修宫事，更没有看到他推行农耕技术，为万民做出的贡献。况且我很清楚，陛下杀人从来都不是没有理由的乱杀。他杀的那一殿工人是为登基前各个派系安插的耳目，那位摔掉东西的小宫女是敌国的奸细。陆寒生顺便解释了一下那天我和嫔妃们闲聊的内容。当皇帝还真辛苦啊。我掩饰误解孟清然的尴尬，边伸着懒腰感叹，边转身准备离开。然而还没等我迈开步子，我被陆寒生抓住肩膀，一把拉进了他的胸膛。我听他闷哼一声，有着多次被老头老太太碰瓷经验的我，反应迅速地和他拉开距离。我警惕地盯着他，你自己撞的，可别想赖我哈。陆寒生哭笑不得地将手里的东西放到我手里，是几颗包裹好的饴糖。他说这是昨晚的赔礼。我又不是小孩了，更何况哪有赔礼只给几颗糖的。陆寒生闻言宠溺地拍了拍我的脑袋，你不是小孩，但糖是甜的，所以想给你罢了。我的脸不自觉地开始发烫，
剥开一颗放进嘴里，很甜，甜掉牙了。我将枕头当作鹿晗生揍了一顿。前几日他一句话聊得我面红耳赤，结果这人自己淡定地走了。突然，我的寝殿门口传来几下敲门声。爱你孤身走暗巷，这暗号有毒。我凑到门前，情不自禁唱起来：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外面的女生默了默，唱得很好，下次别唱了。我这人有逆反心理，我下次还唱。门打开后，和我对暗号的竟然是我宫里的婢女春桃。春桃关上门，神神秘秘地低声和我说：我们穿越者有个协会，你要不要加入？我佯装惊讶，啊，竟然还有协会？春桃露出如他所料的表情。他说：你果然什么都不知道，那你肯定也不知道，狗皇帝原先想杀你，后来又不杀了，是对你有所图谋吧？不会吧，他封我为公主哎！我不可置信道。春桃恨铁不成钢地看了我一眼，你又不是他亲妹妹，他为什么要封你为公主？我理所当然地解释，他说我们是老乡，而且我长得像他亲妹妹。春桃啐道，狗皇帝怕我们谋权篡位，对穿越者一向是赶尽杀绝的，连我们会长都差点死在他手里，他会那么好心？你身上一定是有什么他想知道的秘密，等他知道了，你也就活到头了。我干笑两声，以掩饰被他误解的尴尬。我回想起孟清然曾说许靖被一箭穿心，连忙用一副满脸八卦的样子问春桃，会长差点死了是什么意思？春桃大大咧咧地坐下，狗皇帝追杀呗，还好咱们会长心脏长右边，这才捡回来一条命。我心里一惊，所以陆寒生看到的那个标志真的是许靖和穿越者协会搞的，许靖没死。春桃竖起手指，嘘了一声，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哈，他们不许我乱说的。我拍胸脯保证，你放心，我嘴巴严得很，而且除了你，我不认识其他人。说着，我露出落寞的神情。春桃怜惜地看着我，没事，到了协会，你会有很多朋友的。我赶紧感激地拉住她的手。好姐妹，谢谢你告诉我这么多。春桃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姐妹就算了，穿越前我是个男人。她话说完，我在原地石化了3秒。谢天谢地，我穿过来性别是对的。春桃拍了拍我的肩膀，要应付那个暴躁的皇帝应该很辛苦吧，但没关系，你再等等，一切都会好的。我抹了抹不存在的眼泪，郑重地点了点头。春桃鬼鬼祟祟地走了，我拎着裙子直奔孟清然那儿。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憋着什么坏水，但一定是大阴谋。我将事情的经过告诉孟清然，他听到许靖没死的时候，脸上竟然划过一丝庆幸，但很快就被铺天盖地的仇恨掩盖了。这件事我会派人好好调查的，包括你说的那个春桃。我们在明，敌方在暗，想要防备太难了。我无奈地叹气，哥，慢慢增加守卫吧，电视剧那些暗卫你有吗？有的话也来点。孟清然托着腮笑道，小时候咱爸妈就让你少看点电视，你是一点也没听吧？我耸着肩，做了个鬼脸，像是想到了什么。孟清然的笑容倏然停了，他问我，冉冉，爸妈还好吗？他们有在找我吗？他期待又害怕地看着我，我有些心虚地避开了他的目光。爸妈早就离婚了，我爸的新儿子8、9岁了，我妈为了找他天南海北地跑，这些残忍的事实，我不忍心告诉孟清然。我整理好心情，语气轻松道，爸妈挺好的呀，他们很想你，也一直在找你。孟清然仰头眨了眨眼睛，眉目舒展开来。他喃喃道，那就好，那就好。深夜本该是漆黑寂静的，但此时火光照亮了夜幕，空气中充满了脚步声和搏斗声。距离我提醒孟清然过去没2天，穿越者如同鬼魅一般出现在了皇宫中。我蹲在窗户边，时刻注意着外面的动静。到底是穿越者在冷兵器时代随随便便制造点热武器就打得禁军们节节败退。轰的一声，我用桌椅抵住的殿门被人撞了开来。我转头一看，竟然是春桃，她身后跟着几个我没见过的人。春桃叫我，我来救你了，快跟我们走。外面打得水深火热，他们还分出兵力来抓我，看样子他们真的以为我掌握了孟清然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我皱着眉头，心里十分不情愿跟他们走。
我只想到孟清然身边去，和他一起面对一切。还有陆寒生，我很怕他在皇宫中被卷入这场战争。可不走的话，他们说不定会把我当成孟清然的同伙杀掉。好汉不吃眼前亏。犹豫了几秒后，我终究是站起了身。他们将我围在中间，缓慢向前移动着，与禁军他们对峙起来。远处响起马蹄声，我循着声音看去，陆寒生穿着一袭玄色衣衫，策马向我这赶来。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近，他却没有减速的打算。穿越者一面防着禁军，一面又要防着前面的陆寒生，此时他们的心思根本不在我身上。我看向陆寒生，陆寒生也看着我，四目相接间，我顿时明白了他的想法。他打马径直冲过来，我在他要接近的一瞬间伸出了手。陆寒生微微俯下身子，将我捞到了马上。我坐在他的怀里，向后看了一眼，春桃他们正气急败坏地望着我们的背影，没办法。陆寒生低沉磁性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公主殿下，臣就驾来迟了。不迟，你来得刚好。我抬头看他，只见他唇边扬起了一抹笑。晚风寒凉，陆寒生将我牢牢搂在怀中，我竟也不觉得冷了。陆寒生说，穿越者在皇宫的底下挖了一条很长的地道，他们悄无声息地占领了皇宫的各个大门，现在外面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是成功还是失败，这次全看禁军们能不能撑到早朝的时间，等大臣们发现不对劲了。此时离天亮还有2个时辰，现在的局势已经处于劣势，只怕今晚凶多吉少了。我们到孟清然所在的大殿时，穿越者已经突破好几重禁军，逼近了大门。我看见了那个叫许静的女人，她长得很漂亮，漂亮到我作为女子自惭形秽的地步。她明艳得如同枝头盛放的牡丹，即使站在人群中，我也能一眼看见她。只是这样好看的脸上带着丑陋的怨毒。她凝视着大殿的方向，一挥手，众人便压了上来。有穿越者闯入了大殿，这时我看见孟清然提着剑杀了出来。瞧见他平安无事，我不由得松了一口气。许静在台阶下仰着头看孟清然，他喊道：好久不见了，赵子恒，不，应该叫孟清然才对。孟清然举着剑指向底下的许静，冷笑了声：你一个死人还回来做什么？还想再死一次？许静眸底涌动着杀意，当然是来替我夫君报仇。孟清然唇边扬起阴冷的笑：我那弟弟想要王位，我便送他下去当皇帝了。许静，你该感谢我圆了他的愿。许静双目渐渐赤红，他厉声打断：是我骗了你，我已经还给你一条命了，你为什么非要赶尽杀绝？因为你这条命不配。孟清然说完一声令下，给我杀。许静那边也不客气，杀了狗皇帝，为穿越者们报仇。双方刚停下的厮杀便又开始了。陆寒生在我前面杀着敌人，我什么都做不了，只能乖乖地跟着他，慢慢向孟清然靠近。我大抵是喜欢陆寒生的，否则每次有刀挥来时，我也不会害怕他受伤，更不会在穿越者偷袭时像担心孟清然一样担心他。我和陆寒生终于和孟清然会胡了。陆寒生经过一番打斗，明显有些体力不支了。再看孟清然，他手臂受了伤，血顺着指尖正缓缓往下滴落。哥，你还好吗？我担心地扶住他。孟清然点点头，安抚地拍了拍我的手。没事。许静蛰伏多年，计划周密，准备充足。禁军终究是敌不过穿越者猛烈的攻势，人数急速锐减。我们3个人背着背站在一起。陆寒生没握剑的那只手小心翼翼地牵住我的指尖，见我没有拒绝，他这才放心大胆地和我十指紧扣。陆寒生笑得温柔，他问我：冉冉，如果能活着出去的话，你愿意让我成为你的家人吗？我的眼中有热意涌动，这人不告白就算了，还直接跳到了求婚的步骤。他眼巴巴地期待着我的回答，但周围的吵闹声我仿佛都听不见了。我点点头，认真地告诉他，我愿意。孟清然短促地笑了2声，便被寒风呛得咳嗽起来。他断断续续说道：陆寒生，你要知道，我们家冉冉是全天下最好的小姑娘。我的哥哥终于知道护着妹妹了，不像以前他只会说我糟蹋陆寒生。陆寒生笑了笑，陛下说的是冉冉全天下最好的小姑娘。敌人逐渐逼近，死亡就在眼前，
有孟清然和陆寒生在身边，我没有一丝惧怕，出奇的坦然起来。孟清然停下挥剑的手，蓦地退到我身边问我，冉冉，你想回家吗？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问我这种问题，但我还是认真回答了他。不想，在现代我已经没有家了，对我来说，孟清然在的地方才是我的家。孟清然惨然一笑，冉冉，你知道你撒谎时总是不敢看人吗？我微微一愣。他说，我们的家应该已经不能算是家了吧，你不想回，但我更不想看着你死。话音刚落，他拄着剑，单膝跪到了地上，吐出一大口血。我浑身的血液仿佛一下冷了。哥！我惊慌失措地蹲下来看他，他的胸口插着火药炸飞过来的铁片。陆寒生听到我的声音，也来到了他的身边。孟清然黑色的龙袍已经被血浸透了，他满含歉意地看着陆寒生，抱歉寒生，我不能把妹妹交给你了，我要送她离开这儿。陆寒生抓住我的手，温润的眼眸中倒映着我的身影。微臣也想公主能活着，陆某此生的公主一生愿意，已经知足了。我的眼泪后知后觉地流下来，我不停地摇头，我不想走，我不走。哥，你不是一直想要回家的吗？你走吧。孟清然抹了把嘴边的血迹，笑说，傻瓜，我是身穿，回不去的，而且回家哪有你来的重要。他说罢，将手里的红色珠子摔碎在地上。我的整个身体被柔和的白光包围着。陆寒生紧紧地抱住我，他在我耳边轻声道，再见了，公主殿下。我最后看到的是穿越者向他们冲过来的场景。天快亮了，可一切都来不及了。我从白光中出来，看见我的身体孤零零地躺在病床上，整个房间只有心电监测一滴滴的声音。我伸出手去触碰我的身体，一股力道想要将我拽进去，吓得我立即后退了几步。刚刚出现的白光并没有消失，而是以缓慢的速度在慢慢缩小。孟清然的那颗珠子把我送了回来，只要我回到身体，我就不用死了。可他们都不在了，我也不想活了。我走到白光前，门外我妈不知在和谁说着话，她大声喊道，治什么治？她从小就是个害人精，害得我儿子消失，现在成了植物人，又来拖累我。我闭了闭眼睛，义无反顾地走进了送我回来的白光中。我祈求上天能让我回到孟清然和陆寒生身边，即使结局是死。在有意识时，我听见了头顶有人在哭，一滴泪落在了我的脸上。我眼皮微颤，缓缓睁开了眼睛。我躺在陆寒生怀里，他哭得特别丑。我嫌弃地出声，陆寒生，别哭了。陆寒生喜出望外地低下头看我，冉冉，你没死，你真的回来了。话没说完，他后怕地搂紧我。我离开时的战场，此时已经安静下来。台阶上、门框上、栏杆上，到处都是尸体。陆寒生在这，孟清然却不在，一个可怕的猜测涌进我的脑海。我推开陆寒生，含着泪看他，孟清然呢？我哥呢？陆寒生的脸色变了变。我拉过他的手，慌张道，我哥怎么了？他是不是死了？他没死，不过也快了。春桃冷冰冰地在我身后说道。我循着声音转身，脚边却踢到了什么东西。我低头一看，竟然是许静的头颅。他圆睁着空洞的眼睛，仿佛在看着远方，又仿佛在盯着我。我慌得腿一软，差点摔坐在地上，还好陆寒生拖住了我。春桃扬了扬下巴，劈过来。我不可置信地看他，他不是穿越者协会的人吗？许静死了，他还把他的头当球踢。不知道孟清然的情况，我本来就着急，加上又看到这么血腥的东西，我的语言已经接近崩溃了。我不安地拉了拉陆寒生的袖子，我要去找我哥。好，我们这就去找陛下。可能是为了安抚我，陆寒生的语气温柔得快要滴出水来了。春桃歪头看我，公主不想知道许静怎么死的吗？我想知道，但我不想听她一边和我说话，一边踢着许静的脑袋跟着我。陆寒生停下脚步，阴沉着脸阻止他，你吓到他了。春桃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一脚将头踢得飞起来。我听见一声闷响，心脏也忽地停了一拍。春桃背着手，一蹦一跳地转到我面前。公主殿下，我告诉你的消息还不错吧？如果不是怕引起协会怀疑，
我就将作战计划告诉你了，我也能快点杀了许静。我惊呆了，我自以为套出来的消息，居然是春桃有意泄露给我的，目的就是让我提高警惕，让许静计划受阻。我费解地看他，所以你想对付根本不是我哥，那你来抓我干嘛？春桃轻描淡写地说，来救你啊，毕竟比我唱歌难听的太少见了。我恐惧的情绪一扫而空，一股难言的耻辱袭上心头。你滚啊！睡着的孟清然看起来格外脆弱平和。太医说他失血过多，伤口又在心脏附近，能捡回一条命已经算是福大命大了，至于他能不能醒过来，那就全看造化了。你说过要带着我吃香喝辣的，你要是死了，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到时候那群撞柱子的清流都得来找我算账，说不定还要让我陪葬。我在他床前絮絮叨叨说了好几天，怎么凄惨怎么说。哥，你快醒过来，陆寒生欺负我。春桃看着我演戏，将苹果啃得咔嚓作响。我补充道，还有这个叫春桃的，他骗我是穿越者，还说我唱歌难听。春桃瞥了瞥我，你怎么不说你哥发烧吃的抗生素是我给的，还有我打开皇宫大门让宫外支援及时进来的事？我一噎，说不出来话了。春桃说的是，他以前从穿越者协会拿的药，救了孟清然，他打开大门替我们叫支援，救了我们所有人。他这功大于过，我在计较，反而显得小气。但我嘴上向来不喜欢饶人。你这几日在宫里搜刮的黄金快一车了，你还想我哥以身相许不成？春桃竟然仔细思考了起来，他满意地点点头，我看行。我呸了声，我哥受了那么多苦，得找一个心地善良好好疼他的，你心思歹毒，不行。春桃一脸纯良地眨了眨眼睛，奴家很善良的。我嘴角抽了抽，春桃的姐姐因许静而死，为了报仇，她潜伏在穿越者中间，将他们日常说的话学了个10成10。如果不是她主动告诉我，我压根不知道她骗了我那么多。心地善良的她在穿越者协会忍辱负重5年，只为等一个杀许静的计划。心思多深沉，我都懒得吐槽了。嗨嗨，冉冉。我和春桃还在斗嘴，孟清然虚弱地叫我。他眼神清亮地看着我，我积压多天的害怕一下子爆发了。我趴在他身上哭了起来。哥，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呜呜。孟清然摸了摸我的发顶，好笑道，我再不醒过来，恐怕就要被你卖了。我破涕为笑，心虚地挠了挠脑袋。他看向我，又抬眼看了看春桃。春桃无辜地耸了耸肩膀，你别害怕，我和你妹妹开玩笑呢，比起男人，我还是觉得黄金更香一点。其实我觉得春桃和孟清然还挺配的，一个暴躁，一个黑心。转眼间就到了过年，孟清然的伤好的差不多了，宫里宫外也开始热闹起来。今天是除夕，我们约好时间一起吃团圆饭，可陆寒生却迟迟没到。寒风吹过窗户，发出呜呜的响声。外面的这场雪下了一天了，丝毫没有停下的迹象。我一边忧心陆寒生被风雪困在路上，一边又馋春桃做的一大桌子菜。孟清然拿起筷子，悄悄伸向面前的菜，被我一把阻止了。哥，陆寒生还没来呢。孟清然委屈，朕是皇帝，哪有皇帝等臣子的道理？每到这种时候，他就搬出他皇帝的身份，听多了之后，我理都不理。孟清然乖乖放下筷子，咽了咽口水。不怪我和孟清然馋，春桃不知道在哪儿学的一身厨艺，烧的菜比那些御厨还好吃。为了吃他这一口，我平时和他拌嘴都少了许多。地笼烧的屋里暖洋洋的，我等得有些昏昏欲睡。春桃是个深藏不露的武功高手，他耳朵动了动，提醒我来了。果然在片刻之后，门口吱呀一声，陆寒生推开门走了进来。我转头看他，他手里拿着一只盛放的红梅，一双深邃的桃花眼含着笑。陆寒生将花递给我，冉冉，家里的梅花开了。我接过放在鼻端闻了闻，清新淡雅的香味沁人心脾。我十分直女地说道，梅花御花园也有，你干嘛还从家里带？陆寒生失笑地望着我，陆某的意思是想公主殿下一起赏家中的梅花。他加重家中2个字，孟清然赶紧打岔，什么家中不家中的，快吃饭，快吃饭，朕饿了。我将梅花插进花瓶，
陆寒生脱下身上月白的大氅，坐到我身边，一阵寒意瞬间朝我袭来。我心疼地抓住陆寒生的手，果然被冻得冰凉。春桃白了眼我和陆寒生，哼，臭情侣。我笑嘻嘻道，不服的话，你也赶紧恋爱啊。我端起温好的梅子酒给陆寒生暖身，屋外忽然响起砰砰的烟花声，虽然看不见，但听见声音，这年过得似乎又热闹了一些。孟清然素来不能喝酒，几杯下肚，她的脸已经红透了。春桃酒量比孟清然还差，一杯便倒了。她说我唱歌不好听，我笑她小趴菜。宫中新年的钟声响起，陆寒生低头亲吻我的唇，梅子酒的香气混合着他身上冷冽的雪松香，惹得我老脸一热。他抵着我的额头，笑着对我说：“新年快乐，孟清然。”我扬着唇回他：“新年快乐，陆寒生。”孟清然双手捂着脸，嘟嘟囔囔地喊道：“喂，你们亲完了没？”暖阁中一世温暖，我和陆寒生相视一笑，这样好的日子一定会是永远。全文完，皮皮听书，感谢您的观看，每天上新精彩小说，喜欢就订阅吧。